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2月15号，周二。在今天这个视频的开头，我们也是快速的回顾一下影响大盘的两大因素：乌克兰局势乃至通货膨胀的最新进展和数据。然后在个股方面，我们来聊一聊 Save、微软、苹果、亚马逊、特斯拉以及蔚来这6只个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Let's go。好的，在大盘方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危机。我们知道，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举行了名为"联盟决心2022"的联合军演，作为国防准备，应对外部攻击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测试，将于本月20号结束。两国的代表多次表示，演习的本质呢是防御性的，不会威胁到任何人。当然，这是典型的一个外交辞令，它的目的呢就是威胁乌克兰。今天，俄罗斯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对记者表示，在与乌克兰边境附近部署了俄罗斯武装部队，将在演习结束以后返回他永久的部署地点。南部军区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已经开始装载车辆，并将于周二前往基地，也就是今天。科纳申科夫表示，随着战斗训练活动的结束，部队将一如既往的以联合方式向他们的永久的部署点进军。所以呢，从这则消息看到，至少俄罗斯将部分的军力是撤回了他的永久驻地，也就是从乌克兰的边境撤回了一部分的军力。这样的话，就为这几天一直持续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情绪做出了适当的降温。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昨天也是再次证实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而俄罗斯呢要求北约保证不会允许其邻国加入该联盟。泽连斯基在与德国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表示，这将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主权。所以呢，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俄罗斯的根本诉求呢还是没有得到保证。从这一点讲呢，我觉得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危机还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也需要持续的关注它接下来有可能的一些变数对大盘的一个影响。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局势的有所缓解，世界的原油价格今天是下跌了3个百分比，同时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跳升到了 2.04% 左右。而在数据方面，衡量最终需求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当月是增长了1个百分点，而市场的估计呢是 0.5个百分比，所以呢比市场估计整整高了1倍。在过去的12个月中，该指数呢没有经过调整，直接上升了 9.7个百分比，而不包括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所谓的核心 PPI 当月是增长了 0.9个百分比，而市场预期呢是 0.4个百分比，所以也是整整高了1倍还多。与此同时，美国的批发价格在今年也是开始加速上升，这些都显示了美联储落后于美国的这样一个通胀压力。就像昨天圣路易斯的联储主席詹姆斯所表达的鹰派言论，美联储也有可能对今年的紧缩政策做出更加鹰派的举动，也需要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美联储的一举一动。今天的美股大盘主要是受到前面我分析的乌克兰局势有所缓和的这个消息的刺激下，出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反弹的行情。我们看到道琼斯呢，今天是大涨了400点，目前是收涨了 1.14个百分比，向上是突破了34,900点这根支撑位，而且呢是收在了5日均线附近。标普500也是借助于200天均线，今天是涨了63点，大涨了 1.45个百分比，也是突破了上方5日均线，收在了4464点附近。纳斯达克昨天在反弹的过程中呢，是明显受到了14370点这根阻力位的压力，有所回落。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向上的跳空高开，直接跳过了这一根的阻力位，而且呢，全天是上涨了326点。
目前呢是上涨了2.26个百分比，也是突破了5日均线，目前呢是收在了14593点附近。罗素2000昨天在恢复的过程中，明显也是再次受到了203点的压力位，然后有所回落。今天呢，也是同样受到好消息的刺激以后呢，强力反弹，也是一举突破了203点的阻力位，而且呢，再次向上突破了21天均线的阻力。全天呢，总共是上涨了2.58个百分比，今天的涨幅最大，最终呢是收在了206点附近。不过，在刚刚拜登对美国全国的电视讲话中，拜登也是提到，对于美国以及北约盟国来讲呢，他们目前并没有确认俄罗斯的这样一个部分撤军的行为，所以呢，也存在俄罗斯虚晃一枪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存在。对于乌克兰局势，我们也需要密切关注它的有可能的反复。它呢，目前是对短期内对美国大盘影响的最大因素之一。我也会在这个频道及时向大家报告我所了解的一些最新情况。好的，对于疫情复苏股，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的环境。从屏幕上方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新冠的病例现在比1月份的高峰期是下降了80%，这是一个重新开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说明呢，疫情复苏股随着新冠的大幅降低，正在重新走上一个复苏或者说有可能起飞的这样一个阶段。对我来说呢，我持有的一只非常重要的疫情复苏股就是航空股票 Spirit Airline。对它来说呢，也有一个利好，就是随着俄乌危机的有所缓解，导致了全球的能源和石油价格的下跌，这对航空公司也是一个利好消息，可以使他们的运营成本有所减少。在前面的视频我也跟大家做过分享，近期 Spirit Airline 的一个重大的利好呢，就是它即将与 Frontier Airline 进行合并，这是对两个航空公司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直接导致了 Spirit Airline SAVE 的股价在前期的一个向大的一个跳空高开，也就是一轮的暴涨。然后今天又有了最新的消息，随着夏季的度假季节拉开序幕，今天 Spirit Airline 宣布，它将 Rochester 国际机场，也就是 ROC 加入它不断增长的航线地图，并且呢，在今年的6月推出前往奥兰多和摩德尔海滩的一个便捷的直飞服务。奥兰多和摩德尔海滩呢，都是 Rochester 地区最热门的2个旅游景点。这样的话呢，可以凭借 Spirit Airline 的优势，也就是它的低票价和直飞航班，给 Rochester 地区希望到游乐园游玩以及海滩的旅客，可以在最快捷的航班上飞到他们最想去的地方旅游。Spirit 公司飞往奥兰多的服务将是前往 Rochester 头号旅游目的地的唯一的一个每天的直飞服务，可以让当地的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前往主题公园景点和家庭式的娱乐。同时呢， Spirit Airline 还将提供前往莫特尔海滩的唯一的直航服务。这样的话，当地的居民也可以享受60英里长的美丽的海岸线和号称世界高尔夫之都的100多个球场的另一个的顶级的休假的地点。Rochester 当地的县长也称，Rochester 国际机场呢是纽约北部唯一给 Spirit Airline 提供航空服务的机场，所以呢，居民无论是计划去奥兰多的迪士尼 World， 或者环球影城的家庭度假，还是去摩德尔海滩打高尔夫，美国的 Spirit Airline 都提供了一种方便和实惠的方式去这2个最受欢迎的度假目的地。所以呢，从这一则最新的新闻也可以看出， Spirit Airline 也在通过它的一些便宜的票价以及直飞航班，正在进军一些并不是非常热门的一些地区，比方讲纽约北部的 Rochester， 从而来占据这些3线、4线市场，帮助 Spirit Airline 扩展它的业务。这对 Spirit Airline 的整体长期发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再加上近期的整个大的环境，我在前面介绍的也是有利于疫情的复苏股，所以呢，我也是继续看好疫情复苏股接下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Save 这只股票最低呢，曾经达到了19.4块的这根支撑位，然后呢，在受到 Save 与 Frontier 这两家航空公司合并的巨大利好的推动下呢，它暴涨有个向上的一个跳空高开。然后近期也逐渐有一个恢复上涨的行情，直到遇到上方的这个阻力位28块钱，遇压回落，在下落的过程中呢，得到了5日均线的支撑。今天得到大盘反弹的助力 ，Save 这只股票也是再次向上突破，无奈再次遇到28块钱的阻力位以后呢，再次回落。目前呢，总共是上涨了1.3块左右。是上涨了5个百分比啊，价位呢是在27块钱附近。我呢，就像我在前面分析的，也是继续看好接下来疫情复苏股的一个成长趋势，所以呢，还是持有和看多 Save 这只股票。根据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摩根大通是递交了截止2021年12月31号第4季度的仓位报告，也就是它的13F。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据统计呢，摩根大通第4季度总市值为8736.18亿美元，上一季度的总市值呢是8086.76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8%。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仓位，在摩根大通拥有的前9名的持仓股中，我个人是拥有了4只股票，也是我的大仓股。而且呢，也在我这个频道呢，经常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第一只呢是 Microsoft 的股票代码 MSFT， 它呢是在摩根大通排第2位。在第4季度，摩根大通是加仓了670多万股的 Microsoft， 总共是加仓了8%的一个仓位。第2只股票当然是苹果 Apple， 在第4季度。JP Morgan 是加仓了55万股的 Apple， 占的比例呢相对比较少，属于少量的一个加仓。第3只股票也是我其中的一只重仓股，是亚马逊。在第4季度，摩根大通是加仓了64万股的亚马逊，总共加仓比例呢是增加了16%的一个比例。因为我们知道近期呢，在去年年底呢，亚马逊也是跌幅比较大。摩根大通呢选择了一个加仓力度比较大的一个加仓动作。第4只股票当然是特斯拉，也是我的一只重仓股啊。摩根大通在第4季度总共是加仓了100多万股，也是16%的一个加仓的力度。我觉得呢，也是在伊隆马斯克抛售特斯拉的时候呢，摩根大通选择了一个加仓。今天跟大家做一分享。微软的股价在前期大盘大跌的时候呢，曾经一度达到了这根支撑位，在276块钱附近啊。我个人觉得，如果没有入手 Microsoft 的朋友，而且对这只股票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在这根支撑位附近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然后呢，近期呢 ，Microsoft 还有所回落，但是基本上呢是在跌破200均的时候呢就止跌，然后有所恢复。如果要更加激进一点的朋友呢，我个人觉得可以在200均的下方买入，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如果是想长期持有微软这只股票的话，今天呢，随着大盘的反弹，微软呢也有所反弹，今天有一个小的向上的跳空高开。目前呢，它总共是涨了大概1.3个百分比，是收在了5日均线的上方。是接近300块钱。苹果这只股票，我个人关注的一个加仓的点位呢，是在这根支撑位的附近，也就是在150块钱附近。不过呢，在上次大盘大跌的时候呢，它还是没有达到这根支撑位，然后开始有回复。在近期的下跌过程中呢，苹果也是达到60天均线以后呢，有所回复。今天呢，也是在大盘的大反弹的这个助力下，苹果也是有一个向上的跳空高开，然后呢，目前总共是涨了3块钱，是上涨了1.83个百分比，目前是收在了172块钱附近。我呢也是继续持有我的苹果的仓位，继续看好苹果的长期发展。
亚马逊这只股票在最近的大盘大跌的时候呢，曾经一度达到了2700块附近这根支撑位，然后呢开始有所恢复。在它报财报以后呢，随着市场重拾对亚马逊恢复的这样一个信心，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向上的跳空高开，然后呢有所恢复动作，近期呢又有所回撤，目前呢主要是围绕3123块钱这根的阻力位做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昨天呢是亚马逊是涨了1.2个百分比，不过呢还是没有突破上方的这根压力位。今天呢借助大盘的反弹，亚马逊曾经一度突破了这根压力位，最高呢达到了3160块钱附近，无奈没办法守住，继续回落。目前呢是上涨了0.5个百分比左右，但是呢价位是在3118块，还是在这根阻力位的下方。我呢也是继续持有和看多亚马逊。我们知道，从去年11月份开始，Elon Musk 就开始疯狂的抛售特斯拉的股票，是作为一个预先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用来满足他在美国的税收责任。当时呢，马斯克也在12月份表示，由于行使期权，他在2021年呢支付了超过110亿美元的一个税款。据估计，马斯克总共出售了约1570万股的特斯拉股票，大致呢相当于他计划的10%的这样一个股份。同时，他也提到，他通过行使股票期权，以每股6.24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近2300万股的特斯拉的股票。今天，根据最新的周二递交给美国证监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截止到2021年底，Elon Musk 总共持有2.31亿股的特斯拉的股份，占到总股份的21.2%。如果按照周一的收盘价每股875.76美元计算呢，它的股份价值约为2020亿美元。另外呢，通过另一份递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马斯克在去年的11月19至29号期间，向一家未命名的慈善机构捐赠了价值57亿美元的特斯拉的股票。而他的捐赠呢，发生在他出售约160亿美元股票的同一时间。目前看来呢，这是伊隆马斯克在回应联合国给他的挑战，用来证明他的财富如何能够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以后的几天做出来的。所以呢，综合起来看，通过这么许多的操作，买入与买出以后，也对特斯拉的股票造成了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年底，当他疯狂抛售的时候呢，也一度导致了特斯拉股价的一个疯狂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态势。而经过最新的这个文件显示以后呢，与2020年相比，马斯克当时是持有特斯拉22.4%的股份，所以呢，从去年年底2021年年底的情况来看，它是微微有所下跌，是占到它21.2%的股份。通过这些数据发现，虽然通过这些操作，Elon Musk 是微微减持了差不多只有1%的股份，所以呢，对整体特斯拉的股份持有情况没有大的变化。这一个数据也是提振了市场对特斯拉的一个股价的表现。特斯拉的股价在昨天的上涨的过程中，明显是遇到了上方893块钱的阻力位的压力以后呢，有所回撤。今天呢，借助大盘的反弹，乃至Elon Musk披露他的仓位这些好消息的带动下呢，推动特斯拉股价有一个很大的向上的跳空高开，是一举突破了上方893块钱的这根阻力位。全天呢，目前为止是上涨了44块钱，也是涨了5个百分比。目前呢是收在了920块钱附近。它上方的一个阻力位，下一个价位呢，应该是在21天均线，也就是在930块钱附近。我呢也是继续持有我特斯拉的仓位，看多特斯拉。好了，在NIO方面，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公司在第4季度增持了NIO的股票，并以几乎相同的幅度是减持了小鹏和理想的股票。根据桥水周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13F 表格，截止到第4季度末，
桥水持有300多万股的NIO股票，比第三季度末的280多万股增加了 8%。截止到第四季度末，该基金拥有100多万股的小鹏股票，比第三季度末持有的116多万股的股票是下降了约 8%， 正好呢与增持NIO的百分比相同。截止到第四季度末，桥水公司持有150多万股的理想汽车的股票，比第三季度末的160万股也是下降了约 7.5%个百分比。可见桥水集团在第四季度对它的中国的电动车的股票公司的持股做了调整，减持了 8% 的理想股票与 8% 的小鹏股票，而同时呢是增持了蔚来的 8% 的股票。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桥水公司对蔚来的一个策略，也就是在蔚来下跌的过程中，它也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加仓的动作。所以今天也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桥水集团是如何操作NIO股票，可以起到一个参考作用。NIO今天的股价主要也是受到了大盘反弹的支持，另外呢，也在桥水集团加仓NIO这个好消息的推动下，今天一开盘有一个比较大的向上的跳空高开，然后全天呢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反弹上涨的行情。最高呢曾经达到了25.8块，收盘稍稍有所回落，收在了25.7块，也是非常接近今天的高点。我们回到日 K 线，所以我们看到在昨天NIO的股价很明显受到了上方5日均线的抛压，而今天呢借助我刚才分析的行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弹行情，全天呢总共是上涨了近2块钱，收涨了 8.26个百分比，也是一举突破了5日均线乃至21天均线的压力，直接收在了25.7块，是站上了21天均线的上方，而它的下一个目标价位，也就是说阻力位是在27.4块附近，也就从技术面讲，也是希望NIO可以继续上涨，从而呢填补前期向下的一个跳空低开的这个缺口，重新站回27.4块的这根压力位的上方。我呢也是继续看多长期投资NIO。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